美联储三把手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周五表示，降息目前不是美联储讨论的话题，且并没有真正讨论降息。另外，大资金投资者的看法及回归程度或将决定黄金后市命运。黄金正面临投资者兴趣的重大考验。最后，我们观察到财经名嘴克莱默表示，随着通胀缓和以及明年可能降息，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更多行业已准备好飙升。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帮助你掌握趋势，提前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如果你也对股市投资理财以及宏观经济市场感兴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谈论降息，我们非常关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正如鲍威尔主席所说，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否采取了足够的限制性立场，以确保通货膨胀率回落到 2%，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在威廉姆斯发表这些鹰派讲话时，黄金一度跳水17美元，现有所反弹。在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戏剧性的鸽派转变之后，道指本周飙升至创纪录水平，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跌破 4.3%。 交易员们认为美联储预计明年将降息3次，表明该央行正在改变其强硬立场，明年开始降息的时间将早于预期。根据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还押注美联储明年将降息3次以上。期货市场还显示，美联储最早可能在明年3月份开始降息。当被问及市场定价时，威廉姆斯说，我认为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如有必要我们将再次加息。这位美联储三把手补充到，美联储将继续依赖数据，如果通胀放缓的趋势逆转，他准备再次收紧政策。周四美联储连续第3次维持关键利率不变，其发布的预测显示，到2024年底，美联储将把利率下调至 4.6% 的中位数，这意味着其将在明年降息3次，每次25个基点。他说，看起来我们已经达到或接近这个限制，但情况可能会改变。我们在过去1年里学到的一件事是，数据可能会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变化。如果通胀进展停滞或逆转，我们需要做好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准备。美联储传声筒 Nick Timiraos 指出，威廉姆斯这番话表示，美联储关注的是他在加息方面是否做得足够。这显然是对周四美联储新闻发布会上降息气氛的一种反驳。降息不是我们将要做什么的讨论话题。美联储预计其最青睐的通胀指标即核心 PCE 物价指数将在2024年降至 2.4%， 到2025年进一步降至 2.2%， 最终在2026年达到 2% 的目标。该指数10月份同比增长 3.5%。 威廉姆斯表示，我们肯定会看到通胀放缓，货币政策正在按预期发挥作用，我们必须确保通胀持续回升至 2%。 在美联储政策制定者表示预计明年将降息75个基点后，周四金价延续了周三的涨势。通胀降温已促使投资者为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做准备。上周金价一度飙升至纪录高位，随着降息已被美联储提上日程，黄金交易商将密切关注大资金投资者的回归，他们可能会在2年的观望之后，为金价更可持续的上涨奠定基础。由于通胀调整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长期以来一直回避无锡黄金，导致黄金 ETF 持续遭遇资金流出，这一直是金价面临的一大阻力。但随着美联储发出将在2024年宽松的信号，美债收益率下，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麦格里集团策略主管 Marcus Garvey 表示，有利于资金流入黄金的环境显然正在回归。对于明年，我仍然非常乐观。不过，在黄金价格较上周创下的年内新高，已经大跌了100美元的混乱时段之际，投资者可能仍对入市持谨慎态度。从历史上看，金价相对于美债实际收益率仍存在显著溢价。美债收益率是金价的最大驱动因素之一。各国央行创纪录的购金潮帮助消化了投资者的抛售。尽管市场对中东冲突蔓延的担忧已经消退，但黄金仍运行在高位，为金价反弹奠定了一个较高的基础。即使是小规模的 ETF 购买恢复，也会对市场情绪产生重大影响。市场这些新买家的购买规模可能取决于
美联储在新的一年里降息的速度，目前掉期交易商预期的降息规模，几乎是美联储周四暗示的2倍。如果美联储后续采取谨慎态度，金价可能面临回调。瑞士宝盛集团的分析师说，美联储没有必要迅速逆转货币政策，因此我们认为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将处于疲软状态。市场明年的注意力仍将牢牢放在美国经济数据上，高于预期的通胀或强劲的就业数据可能会让那些压注于美联储将多次降息的人失望。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市场不可避免的会对美联储从现在到降息的道路感到失望。我想，市场在向前2步之后便会后退1步。财经名嘴吉姆·克莱默表示，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是多头的胜利，也是紧缩周期即将结束的迹象。他说，随着通胀缓和以及明年可能降息，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更多行业已准备好飙升。12月14日，美联储连续第3次维持关键利率不变。根据最新公布的点阵图， FOMC 成员预计2024年可能至少降息3次。华尔街的一些人担心，美联储的这一行动表明经济即将出现衰退，但是克莱默表示，忽略经济衰退的前景是明智的，并补充说，上周五强劲的就业报告表明了相反的情况。对克莱默来说，潜在的降息将意味着股市一帆风顺，投资者对债券的兴趣会降低。他说，有几个行业已经轻松赚到了钱，主要是科技行业，但现在是其他行业大放异彩的时候了。此前这些对经济敏感的行业本以为会被不可避免的衰退所压垮，因此不受欢迎。他认为，飞机已经降落，我们的安全带已经解开，我们正沿着舷梯叫一辆优步，然后离开机场。尽管市场已经上涨数周，但克莱默表示，周期性股票和受益于较低利率的行业仍然有利可图。克莱默建议买入近期跌至低点的金融股，包括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甚至是3月份银行业危机后遭受损失的地区性银行。他还点名了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斯坦利百德。克莱默表示，如果经济保持目前较慢的发展势头，美联储不仅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更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这就是多头正在等待的转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